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包菜的几种详细做法。首先跟大家分享市面上最常见的3种包菜。第一种为椭圆形包菜，俗称莲白，整体颜色偏白，中间略有空隙，口感最佳。第二种为圆形实心包菜，整体颜色偏绿色，中间紧实，重量大，比较压秤，产量高，而且价格便宜。第三种为锥形包菜，整体颜色偏绿，中心点比较松弛，俗称油心包菜。下面跟大家分享包菜的3种前期处理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切开后取出中间的菜梗，然后用手将其掰开撕成小片即可。此方法最为简单直接。第二种方法是取出菜梗之后，先将每一片剥开，顺着上面的梗撕下比较嫩的菜叶。撕下来之后，将菜叶上面的梗分开存放，然后将分开的菜梗用刀轻轻拍一下，再斜刀切成小片即可。这样的好处是方便家庭小火小灶炒制，菜叶和菜梗也能够均匀的炒制熟透。第三种是将去梗的包菜横刀切开，然后翻过来直接切成细丝即可。此切法的好处是方便作为炒粉炒面的辅料，同时剩下的菜梗也可以切成细丝放在一起。下面跟大家分享包菜的8种做法。第一种为蒜香包菜。首先我们准备几个大蒜，拍散之后剁碎备用。下一步准备调味料，碗中加入鸡精2勺，另外在碗中加入生抽酱油25克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，油温5成热之后将撕好的包菜下锅。包菜下锅之后翻炒几下，使其均匀的沾上油，然后加入准备好的生抽酱油。下入酱油之后再翻炒1分钟。同学们注意，翻炒的时候尽量小火，中途需要加入少许的水从锅边淋入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酱油降温，保留住鲜味。包菜炒至断生之后，加入剁好的蒜蓉炒香，炒出蒜香味之后，加入配好的鸡精炒匀即可出锅。蒜香包菜的汁水略多，包菜本味突出，特点是比较适合家庭小灶，小火慢炒。同学们注意，不能开大火把酱油炒糊，否则有苦味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2种做法。第2种为炝炒包菜。首先我们准备大蒜切成片，然后碗中加入适量的干辣椒，加入适量的青花椒，调料只需要准备食用盐1勺和大约6到10克的生抽酱油。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，油温烧至7成热之后下入花椒、辣椒和大蒜，料头爆香之后下入撕好的包菜，然后直接开中大火爆炒1分钟左右。包菜爆炒至断生之后加入准备好的生抽酱油和食用盐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。同学们切记，此做法全程都不能够加水，否则无法炒出锅气。最后在起锅之前再烹入少许的香醋，待其锅气鼎盛的时候即可出锅装盘。此菜为多油猛火爆炒，成菜之后盘底无汁，口感爽脆。猛火高温加菜油带来的锅气和香味，使这道菜成为川菜馆中的常青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3种做法。第3种为油抓包菜。准备生姜1小块，拍散之后剁碎备用。然后在碗中加入适量的干辣椒，调味料只需要适量的蚝油和适量的生抽酱油。我们把锅烧热之后再加入宽油，然后将油温烧至5成热。油温5成热之后，将撕好的包菜下锅。包菜下锅之后将其炸至断生。包菜断生之后捞出控油备用。同学们切记，炒制之前一定要将油控干，否则会很油腻。宽油倒出之后，仅用残留的热油，然后将准备好的生姜、辣椒下锅，开小火炒香辣椒，爆出姜味儿。料头爆香之后，加入准备好的蚝油和生抽酱油，然后加入控干油的包菜，再加入少许鸡精，然后开微小火将包菜和调味料炒至均匀即可出锅装盘。此做法的包菜香味十足，宽油下的操作能够使其均匀受热，快速熟透。其优点是能够很好的去除包菜的生味，缺点是宽油不适合家庭制作，且对油的纯净度较高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4种做法。第4种做法为油水双炒。准备大蒜几个切成蒜片，
碗中加入适量的干辣椒，加入适量的青花椒，准备适量的植物油，准备适量的猪油，然后开始调料汁。碗中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，加入2勺鸡精，加入白糖1勺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烧开之后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再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然后将撕好的包菜下锅焯水至半透明。焯好水之后倒出沥干水分。下一步开始炒制。锅中加入准备好的猪油烧至5成热，然后加入准备好的料头下锅爆香。料头爆香之后加入断生的包菜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加入调好的料汁，炒匀即可出锅装盘。此做法的特点是猪油非常的复味，料头的香味吸附的比较足，特点是能够满足家庭小火小灶炒制，成菜之后爽脆少油，略带汤汁，香味十足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5种做法。第5种做法为肉炒包菜。首先我们准备1块去皮的五花肉切成薄片备用，准备生姜1小块拍散之后剁碎备用，准备大葱半根，从中间破开之后切成葱末备用，准备适量的蚝油备用，准备适量的生抽酱油备用。锅烧热之后加入少许的底油，油烧热之后下入切好的五花肉爆香炒出猪油。猪肉爆香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，料头爆香之后加入处理好的包菜，转大火炒至断生。包菜炒至断生之后加入准备好的蚝油和生抽酱油，翻炒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香醋，从锅边淋入。最后起锅之前加入少许的米醋，炒匀之后即可出锅装盘。此菜同样属于生炒爆炒，由于有加入猪肉，即为荤炒。最后的烹醋和米醋是为了压制五花肉的油腻，当然不喜欢酸的同学也可以不加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6种做法。第6种做法为包菜辅助炒法。首先我们准备去皮的五花肉剁碎备用，肉末不需要剁得非常细，有一些颗粒也可以。准备鸡蛋2个搅拌均匀备用。同学们切记，搅拌的时候必须将蛋液挑起来，让空气进入，这样在炒制的时候蛋液才不容易糊。准备适量的青红椒切成颗粒备用，准备适量的小葱切碎备用，准备适量泡发好的粉条剪成小段，然后加入适量的老抽调色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，油温5成热之后盛起1半的油，然后将蛋液下锅，再淋上热油将鸡蛋炒香。同学们注意，此菜的鸡蛋可以适当的炒老一些，鸡蛋炒好之后倒出备用，然后重新加入少许的底油，将肉末下锅爆香炒出猪油。肉末爆香之后捞出备用，然后加入切好的青红椒粒和切好的包菜丝。包菜丝下锅之后转大火爆炒几下，炒至断生。包菜断生之后加入炒香的鸡蛋，再加入处理好的粉条。粉条下锅之后再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，从锅边淋入，最后加入适量的蚝油调咸香味，然后继续翻炒将粉条炒熟。中途加入切好的葱花和爆香的肉末，翻炒几下炒出葱香味和锅气之后即可出锅装盘。此菜的特点是肉香、蛋香、菜香，很适合下饭。包菜丝虽然作为辅料，但也算红花还需绿叶配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7种做法。第7种做法为生拌包菜丝。首先准备豆皮几张，卷起来切成细丝备用。准备大蒜几颗，拍散之后剁碎放入盆中备用。准备小葱1根切碎备用。准备小米辣2颗切丝备用。下一步开始调味，盆中加入适量的蚝油，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，加入少许的香油，加入少许香醋，
然后将其搅拌均匀。中途加入适量的鸡精拌匀，不喜欢鸡精的同学也可以不加。然后加入切好的豆皮丝拌匀。豆皮丝拌匀之后，再加入切好的包菜丝抓拌均匀即可装盘上菜。此菜特点是包菜香脆，豆皮增加绵柔的口感和豆香味儿。在蚝油的加持下，各种调味料吸附在菜丝上面。同学们切记，这道菜不放盐，这样可以保证成菜之后长时间不出水。下面跟大家分享第8种做法，此做法为熟拌包菜片。包菜去梗之后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方片备用。同学们注意，切下来的菜梗也别丢弃，可以直接将其切成薄片。将包菜片剥开之后，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。准备适量的干辣椒剪成细丝备用。现剪的干辣椒保留了中间的辣椒籽，而辣椒籽的作用是保证这道菜的香味。碗中加入适量的青花椒，准备适量的大蒜剁成蒜末备用。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烧开之后加入适量的食用盐调底味，再加入适量的植物油保色，然后加入切好的包菜下锅焯水至断生。包菜断生之后捞出沥干水分，剥开凉透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烧至6成热，油温6成热之后直接浇在料头的碗中将其炸熟。中途需要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待料油凉透之后再倒入盆中。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调咸味，加入适量的鸡精，盆中加入适量的蚝油，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之后搅拌均匀即可上菜。此菜焯水之后必须将其快速凉透，中途可以用风扇将包菜吹冷。不喜欢吃辣的同学可以只用蒜末。此菜属于热拌，适合喜欢少油的人群。由于操作简单快捷，单次最大生产可以达到1000份以上，所以此法多出现在大型食堂批量生产的车间。下面开始菜品以及花絮展示。